这次跟大家分享一个吃自助餐吃到饱的血糖记录，不知道糖友会不会害怕去吃到饱？老实说，我发病后真的是什么都没在怕的，什么都吃。发病之前，因为年轻嘛，那时候也是很爱吃到饱。记得硕士的时候，因为学校在台北，只要大 seminar 完，就会和朋友约去吃到饱庆祝一下。而且那时候我们有3个人，记得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大 seminar 完都去吃一间吃到饱。上班之后有经济能力更不用说了，吃的更多。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就是韩式爱美的探索厨房或 W Hotel 之类的。我在发病之前就吃了不少吃到饱，所以好像没什么好遗憾的。而这边记录了我发病8年来记得的吃到饱记录，大概有以下这一些：平均1年会吃2到3次的吃到饱。不过我记得在疫情的那1-2年我都没有去吃哦。最近几年因为年纪大了，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一样一直吃到饱，而且也没办法吃这么多，觉得吃这么多很痛苦。所以最近几年吃到饱的频率是有比较下降的，可能缩短到1年只有1-2次。像新的什么岛屿啊、拿沟米我都没有吃过哦。今年我就没有吃任何吃到饱哦。下半年可能会有吧。而这一次记录到的是去吃享 A Joy 的吃到饱血糖记录。我们是去吃中餐，早上9点40的时候，我的黎明现象已经让血糖来到了143，所以我先打了2单位压我的黎明现象，继续回去睡。一直到11点55，我的血糖是127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吃自助餐。因为不知道自己会吃什么嘛，那我的起手式就是先打10单位再说。平常我打完胰岛素要等20分钟，等胰岛素慢慢有作用后才开始吃。但这一次我几乎是马上打马上吃，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敢吃太多的碳水，我怕血糖等一下冲上去。不过我记得那边好像可以夹的碳水也蛮少的，所以一开始我吃了相当多的海鲜、蛋白质。但是其实因为我一开始就打了10单位，蛮多的，我怕蛋白质转换成血糖的时间太久，消化的时间太长，所以我有准备一杯含糖的奶茶在旁边，偶尔喝几口。我后来也吃了不少碳水，吃了一个卷饼、酥皮浓汤，还有小笼包等等，冰淇淋、布丁、甜点这些也都没有错过。其实这些碳水加起来也蛮多的啦，而且总共我还喝了4杯饮料。应该只有那一杯奶茶是含糖的，其他都是无糖的。但是最后那个咖啡有奶，所以也是有糖。虽然老了，但是这样子吃下来，我觉得这一餐应该也是超过100克的碳水。实际上多少当然是很难算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算的意思。而且我在大概吃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觉得我实在是吃太多了，我又追加打了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那时候血糖是150左右。有 CGM 的图，你可以看到在饭后4小时之内，血糖缓慢的下降。当你以为血糖还 OK 正常的时候，可怕的事情就来了。因为我吃了大量的蛋白质嘛，大家可能觉得蛋白质不会变成血糖啦。这边就为大家复习自由自主的247页，书中明确的告诉我们，蛋白质会刺激升糖素的分泌，而升糖素又会帮助身体将蛋白质转换成葡萄糖，也就是糖质新生。它的专有名词叫做 gluconeogenesis。那如果此时我们体内的胰岛素不够，血糖就会升高。如果是一般人，身体会自己分泌胰岛素，但是我们第1型糖尿病必须要自己再补打胰岛素。书中也明确的告诉我们，糖质新生的血糖升高发生的比较晚，约在进食的3到5小时之后。所以大家回来看到我的血糖图，我在饭后4小时血糖开始往上爬升，所以我在饭后4.5小时血糖144的时候补打了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，后来血糖就在180附近左右晃，还断线。后来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跑去运动，做了20分钟的 HIIT 高强度间歇运动，再做15分钟的有氧。我通常做 HIIT 血糖都会很快速的下降，然而由图中你只能看到血糖稍微的下降，几乎没有什么用。所以后来我在饭后8.5小时血糖162的时候，再次补打了3单位的速效胰岛素。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是蛮饱的，说一个不大科学，但是我常拿来判断血糖是否还会上升的技巧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感觉还有没有很饱，你觉得胃里的食物消化完了吗？如果胃尚未排空，这些食物还是会慢慢的变成血糖。
毕竟我忽然吃了比平常很大量多很多的一餐，所以我的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变得很长，消化时间很长。接着看到隔天早晨前的血糖，我的血糖都是很漂亮的，表示我补的那3单位刚刚好。最后来看跟烧肉吃到饱的血糖比较，以我个人的图来说，想 A 就以或烧肉吃到饱的血糖都冲高了3波，但是吃想 A 就以的时候打了4次胰岛素，总剂量是24单位，而且我还有去运动。吃烧肉吃到饱的时候也是打了4次胰岛素，总剂量是20单位，而吃想 A 就以影响血糖的时间长达12小时左右，烧肉吃到饱约影响7到8个小时。那再跟我之前吃的火锅吃到饱相比的话，火锅吃到饱血糖只上升了2波，只打了3次胰岛素，总剂量18单位，影响血糖的时间只有5到6小时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可以少吃一点碳水啊，或者是不要吃碳水。亲爱的各位，那我去吃到饱干什么啊？去吃到饱就是要吃自己想吃的啊。人生不用过得那么痛苦，你又不是每天那边吃到饱。如果你是每个月或是每个礼拜都这样吃的话，当然就是自己克制一下。但是我一年吃个2-3次，那现在老了，一年吃个1-2次，我就完全吃我自己想吃的东西。而且平常我其实是有在控制的，偶尔享受一下，真的不会让你的糖化血色素忽然变高啦。而且这一天我总剂量是24单位的速效，但是平常如果我上班正常吃3餐的话，很有可能速效胰岛素都是达到30单位的哦。严格来说，因为中午吃太饱，所以晚餐也没吃，就算加上黎明现象的2单位，总剂量也才26单位，比平常还要少诶。那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会不会很害怕吃到饱，或者你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已经不敢再吃到饱了。这一天我去拍女将军，这一天我拍最多，一天要拍3套，女将军是第2套了。这时候是在西安的城墙旁边。那在换第3套之前，我想说来量个血糖好了。这时候是下午5点半左右，我吃完早餐之后就没有时间再吃任何东西了，所以我想说血糖应该会还不错吧，结果居然有167耶！我原本想要补打胰岛素，但是我想说我等一下还要走来走去，也算是散步，看看能不能让血糖慢慢的自己下降好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补打胰岛素。而由后面的图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决定。一样将成片放在限制血糖不被限制的人生里面。